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中国婚姻的悲哀。对，我们会从一些让人窒息的现实的逼婚的案例讲起去聊一聊为什么会有这种逼婚。其实背后是两代人不同的观念和对于爱的理解的碰撞。最后我们也会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才能够走出这个逼婚给我们带来的困境。好的，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话题吧。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就是这个逼婚闹剧令人窒息的现实案例。对，好吧，那我就想先问问你，你知道现在逼婚都有哪些极端的做法？然后这些做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其实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有的父母就是他会用断绝关系来威胁你甚至有的父母会直接把你赶出门，还有的父母会以死相逼就是让你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心理压力。听起来真的是让人透不过气对就有的父母还会不停的给你安排相亲然后你要是不从的话，他就会不停的指责你，说你不懂事儿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说还有的父母会为了比如说家里要拆迁了，多分一套房就逼你随便找个人结婚，就真的是这种压力会让你精神崩溃，或者说让你本来很好的亲情变得非常的冷漠，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再信任家人了。就是说被父母这样疯狂的逼婚的年轻人，他们到底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身心上的或者说生活上的后果？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彻底的被压垮了，就会躲起来不敢回家，甚至有的人会情绪失控，会大哭，会非常的自责，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挺让人揪心了。还有的人就是实在扛不住了，就随便结了，然后可能很快就离了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真的是跟父母就是关系彻底的僵掉了就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就这种压力其实真的是会影响你一辈子的幸福的。你觉得现在社会的大环境对于这些被逼婚的年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经历过逼婚特别是在这个适婚年龄的这个阶段就压力特别大那而且就是社会和家庭的这种期待是让你没有办法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很多人就只能在这种孝顺和自我之间去挣扎。对，那最后往往都是自己的这个想法被无情的压下去对。好，我们来聊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逼婚背后的两代人观念的冲突。对，好吧，想问一下，就是说传统和现代的婚姻观念到底有多大的差别？然后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上一代人他们是觉得你结婚生子是一个你对家庭的责任也是你光宗耀祖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他们会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包括这个门当户对对，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比你的个人感受要重要的。对，他们也觉得婚姻是一种保障，是一种你可以依靠的东西，是一种归宿。现在年轻人好像完全不一样了。对，没错没错。那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是追求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价值观的契合。对，然后他很强调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他不愿意被这些传统的规矩束缚所以就是这两种观念的碰撞就会让家庭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争吵一些隔阂你觉得父母他们在逼婚的时候，他们内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动力？其实很多父母他就是觉得我孩子成家了，我这个当父母的才算完成任务。对，然后他也希望通过这个事情来缓解他自己对于老去的孤独的无力的这种焦虑感。对，所以他们其实是在找自己的安全感。对，那还有的父母就是会把自己的遗憾强加到孩子身上。对，然后还有的父母就是说觉得结婚是一个类似于人生的必须经历的一个仪式。对，它可以给你带来一种家庭的凝聚力或者说让你有一种自己的身份的认同感。对，所以他会通过这个来获得一些心理上的慰藉和意义感。你觉得中国的社会环境里面哪些东西是
最容易让逼婚这个事情愈演愈烈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家庭里面，就是父母和孩子的这个界限一直都不是很清晰。那父母就很容易觉得我插手你的婚姻是我的责任。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大家的这个社交圈里面总有人在比谁家孩子结婚早啊，比谁家孩子怎么样啊，你这个就无形当中就给你增加了很多压力。对，不只是家里面的事儿，外面的眼光也很重要。对，没错没错，就是亲戚邻居的闲言碎语啊，然后包括媒体上面的一些广告啊什么的，都是在不断的强化这种结婚才是正常的这种概念。加上现在社会变化又这么快，父母就更怕孩子走错路，所以他们就会更容易去逼你啊，让你去顺从这个主流。咱们现在进入到第3个板块啊，咱们来聊一聊怎么才能够真正的破局啊，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摆脱这个逼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好吧，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你，就是面对父母的催婚，怎么才能够通过沟通真正的让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其实父母为什么会催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真的是关心你，他们觉得你结婚了才稳定了，才幸福了。对，这个其实是跟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他们的观念是有关的。对，所以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很重要。对，然后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我觉得我期待怎么样，就不要用一些很刺激他的话。对，也要选一个大家都心情好的时候，把你自己的真实的规划呀、顾虑呀都说出来，这样的话父母才有可能慢慢的去理解你的选择。那如果说真的想要避免父母老是催你结婚啊，具体可以怎么来设立一些比较清晰的界限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很温和但是很坚定的话啊，比如说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然后或者说你可以跟他们约定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半年内不谈这个事儿，或者说你可以直接跟他们说，你再这样说我真的会很难过，就类似这种啊，就你要很温和但是很坚定的去设立一个界限，同时呢你又可以多去关心他们的身体呀、生活呀，对，主动的去分享一些你生活里的其他的好消息。对，这样的话也可以让这个亲情不会变得那么僵，同时你也守住了自己的这个底线。如果说真的被父母逼到要结婚了啊，咱们具体有哪些方式可以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其实啊，就是首先你要知道，我们的婚姻是我们自己做主的。对，这个是法律有明确规定的，禁止任何人去干涉。对，禁止父母或者其他任何人去强迫你结婚，或者说给你安排相亲什么的都不可以。那万一父母就是说特别强硬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社区啊，或者找单位啊，或者直接报警。对，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去咨询律师啊，或者是说去法院。同时呢，你也可以去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必要的时候找心理咨询师聊一聊，或者是说你加入一些同龄人，或者是说有相同经历的人的社群，也可以获得一些力量啊。这样的话，你才可以真正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自主权。对，今天咱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逼婚背后的一些无奈呀、一些冲突呀。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幸福。对，那真正的幸福一定是建立在尊重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对，好吧，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些理解。咱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啦，然后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爱的答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